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国风仙侠剧《古月风华录》剧情前瞻：李一桐分饰乐师与神女，陈星海演绎失忆卧底乐灵。仙侠剧拍到现在，观众早该被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套路给看疲了。据不完全统计，近3年立项的古装仙侠项目中，有超过60%的核心设定依然在三生三世合隐婚生子里打转。就在这时，古月风华录丢出了一套完全不一样的底牌，让一把封存千年的古琴城精当卧底，找个表面平凡，实际是神女转世的凡人乐师收留他。这个听起来反常识的脑洞，直接把期待值拉到了顶格。故事的核心落在一把名叫少翼的古琴上，他在封印里熬了上千年，好不容易重见天日，结果把最要命的记忆给弄丢了，稀里糊涂化作人形，顶着个卧底乐灵的名头，一头撞进了忘忧阁。接纳他的女主岳泱泱，表面上只是与商国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乐师，背地里他不仅是国里闭口不谈的顶级音乐天才，还是乐神吸音的转世。他天生拥有一项别人没有的技能，能清晰地看见那些化作人形的乐灵。一个是对人间规矩一窍不通，只知道掏心掏肺的失忆古琴；一个是大隐隐于市，背负沉重宿命却只想平淡度日的神女。两人各怀鬼胎地达成了一项合作，从最初的互相试探、针锋相对，到后来产生误会彻底闹掰，再到面对天下存亡时，又不得不重新背靠背站在一起。这条感情线的张力从头到尾都绷得很紧，他们没有困在儿女情长里原地踏步，真正的任务是化解12圣灵乐的心结，把散落人间的伙伴重新聚拢，重启失传已久的风华录神谱。个人的爱恨情仇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进了守护天下的宏大命题里。撑起这个故事的是几位找准了赛道发力的演员。李一桐在这部剧里要挑战一人分饰两角，清冷出尘、悲悯众生的乐神吸音和灵动坚韧、努力藏拙的凡人岳泱泱。这两个角色不仅性格天差的别，连肢体语言和指尖的力道都完全不同。为了演好这个天才乐师，他在片场跟着乐器指导死磕琵琶指法，差半拍都要重来，能自己上的动作戏绝不麻烦替身。这种较真的劲头，刚好完美契合了角色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比他小11岁的男主陈星海，一开始官宣时不少人觉得面生，但他身上那股没被娱乐圈抹平棱角的粗糙少年气，刚好砸在了少翼这个角色的命脉上。一个刚下山，对世间万物都懵懂纯情的千年乐灵，外冷内热，认准了一个人就把全部底牌都交出去。预告片里，他从一开始的防备疏离，到后来毫不犹豫地挡在女主身前，那种宿命感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撞了出来。除了核心的双强 CP， 配角团也各有各的生存法则。郭俊辰饰演的朱离是典型的温柔守护者，但眼底藏着极深的心思。何洛洛化身的洞箫乐灵夏蝉，一身古装飘逸出尘。常华森饰演的阮灵千晓，是个对天对地的毒舌肘，估计剧里的笑点大半的靠他硬扛。一水儿的新生代面孔凑在一起，看着不厚重，反倒透着股生机勃勃的清爽。但古月风华录真正让人觉得后劲大的，是他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别的剧忙着给妖孽套上人皮谈恋爱，这部剧让沉寂了千百年的传统乐器自己站出来讲故事。古琴是清冷高洁的谪仙，玉笛是洒脱不羁的浪子，琵琶是刚柔并济的侠客。每一件在博物馆玻璃柜里躺到落灰的乐器，在这里都有了独属于自己的脾气和命运。观众追剧磕 CP 的功夫，可能就对那个总以为离自己很远的非遗产生了实打实的好奇。路过琴行的时候，
说不定还会多瞅两眼。剧组为了这层雅乐的外衣，专门请来了中央民族乐团坐镇。剧里流出的那些视听片段里，没有廉价的电子合成器伪造仙气，全是实打实的木头上弦，是指尖抹挑钩替代出来的真实共振。在这个仙侠剧动不动就照搬套路、敷衍了事的大环境里，能看出这群创作者是真的想把传统文化的魂装进一个年轻人爱看的壳子里。当那些沉默了上千年的古乐器终于在剧里发出声响，这段横跨人神两界的浪漫冒险才算真正找到了落脚点。